中俄海上联合2024军事演习14号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经成为中俄海军合作的主要平台。这也是2016年以来中俄首次在南海海域举行联合军演，受到外界关注。同日，中国国防部还证实，中俄两国海军舰艇编队开展第4次海上联合巡航。来看看报道。现在我宣布，中俄海上联合2024军事演习开幕。随着中方总导演一声令下，联合演习正式拉开序幕。开幕式结束后，图上推演和战术协同随即展开。混合编组的联合指挥部成员围绕海上演练阶段中重点演练科目进行了深入研讨，共同敲定协同要点，进一步加强指挥融合度、行动联合度。这2天，我们和俄军官兵围绕联合侦察预警、联合防空反导、联合搜救等科目进行了深入研讨，共同设计了兵力协同、实际使用武器等行动细节，为后续海上联演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共派出7艘舰艇，中方参演兵力包括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咸宁舰、大理舰、综合补给舰微山湖舰以及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其中，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也是此次联合演习中方海上舰艇编队的指挥舰。俄方参演兵力则由响亮号、凛冽号护卫舰和伊尔库特号游船组成。俄方参演舰艇编队12号抵达湛江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此次联演是年度计划和中俄双方共识确定的重大演习项目，通过广泛的专业交流和多科目海上联演，两国海军将进一步增进了解互信，深化合作交流，不断提高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实战能力。下一步，中俄海上舰艇编队将赴湛江附近海空域组织锚地防御、联合侦察预警、联合搜救、联合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在演习的科目方面，还明显的是，按照现代海战的这种样式去进行的。也就是说呢，演习的科目是按照实战呢去进行设置的，只不过呢是在演练的时候它有一定的偏重，也就是呢侧重于这种防御，所以呢这次的演习，在这方面应该说跟之前呢有所不同。中俄海上联合2024联演开幕当天，中国国防部还发布消息指，根据年度计划和中俄双方共识，中国和俄罗斯两国海军舰艇编队近日在太平洋西部和北部相关海域开展第4次海上联合巡航。此次行动不针对第三方，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根据人民海军公众号15号披露的消息，中俄联合编队从济州岛以南附近海域起航，穿越大隅海峡，经西太平洋南下，从巴林塘海峡进入南海。联合巡航编队由中方导弹驱逐舰银川舰、导弹护卫舰衡水舰以及俄方完美号护卫舰组成。双方各搭载1架舰载直升机和1支特战分队。中方综合补给舰微山湖舰根据编队舰艇补给需求，加入编队开展应召补给。巡航期间，编队接连开展临检拿捕、直升机护降等科目演练。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始于2021年，当年10月，中俄海军10艘舰艇及6架舰载直升机组成联合编队，从彼得大帝湾出发，横渡日本海，穿越京津海峡，经西太平洋南下，穿越大隅海峡进入东海。此后2年，中俄海军也持续在亚太相关海域展开联合巡航。深圳卫视注意到，中俄此前3次海上联合巡航分别紧接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演、俄罗斯主办的东方2022战略演习和北部联合2023中俄海上联演之后展开。参与巡航的兵力也是来自前续演习的舰艇编队。而中俄海军第4次海上联合巡航不仅开始于海上联合2024演习开幕前，而且实施行动的舰艇银川舰、衡水舰以及俄方舰艇也未出现在中俄海上联演中。
特约评论员石红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此次中俄将海上巡航与海上联演区别开来，说明两军的合作在加深，因为更多的舰艇能够参与到相关活动中，将进一步促进双方的互信以及联合执行任务的能力。联合巡航呢，就是进行联合巡航不会呢影响到联合军演。那反过来呢也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对于更好的去在海上呢应对各种威胁也好，或者是在海上呢去维护地区的和平，以及呢进一步加强中俄两国海军的这种交往，都能够起到更好的作用。因为呢你舰艇更多，像这种合作呢也就更加的深化了嘛。针对中俄第4次海上联合巡航行动的开展，美日媒体均给予高度关注。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5号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舰机对中俄舰艇进行密切跟踪。日本共同社也称，日本防卫省表示继续关注中俄军事动向，在警戒监视活动上做到万无一失。还有美国媒体将此次巡航行动与美国主导的从6月底持续到8月举行的环太平洋2024多国联合海军演习进行强行关联，称2场军事行动在关岛东西两侧的太平洋地区展开，对抗味十足。而对于中俄海上联合2024联演，西方舆论称，北约峰会前脚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中俄两军便举行演习，因此释放了战略信号。这不仅忽视了中俄海上联演行之有年为常态化演习，且演习主题科目设置均不针对第三方的事实，更是用一种集团对抗的冷战思维看待中俄军事合作。石红指出，中俄都是西太平洋的地区国家，在家门口进行联演巡航等行动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但反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却不断增强在这一区域的存在感。不单单是世界警察美国，甚至连德国、荷兰、加拿大等北约国家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家门口耀武扬威，这才是地区和平的不稳定因素。所以西方舆论炒作中俄正常的军事合作是毫无道理的。中俄在军事领域的密切合作，很显然能够呢更有效的去应对亚太地区的威胁，也就使得中俄呢在亚太地区成为越来越强的维护和平的力量这很显然是对于美国他去对中国施压呢会产生很大的制约所以美国现在呢是极其不爽，他在不断的去炒作中国威胁论同时他对于中俄进行的这种正常的军事合作也是呢不断的再去恶意的进行抹黑，就是把中俄呢塑造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嘛。这实际上呢就是典型的贼喊捉贼嘛。法国14号在巴黎举行传统国庆阅兵，在奥运开幕在即、国民议会选举后的政局动荡背景下，阅兵式也非同以往，不仅路线改变，形式和规模也有所缩减，主题聚焦奥运和军事。与此同时，总统马克龙透露，有必要对明年国防预算进行调整，以满足北约要求。这释放出什么信号？来看看报道。法国1年1度的国庆阅兵式14号如期在巴黎举行，总统马克龙出席仪式并检阅部队。由于香榭丽舍大街尽头的协和广场等往年举行阅兵的必经之地都已经搭建了巴黎奥运会临时比赛看台，今年法国国庆节阅兵式地点改为香榭丽舍大街旁边的福煦大街，这也是自1979年以来首次路线改变。福煦大街也是一条历史文化名街。而且这条街呀，并不是第一次来接纳这个国庆的阅兵了，而是它历史上的第2次。不过它的第1次是在100年以前了。法国媒体注意到，今年的阅兵规模减小，一共有4000名军人参演，较去年缩水1/4。本次阅兵式还调度了22架直升机和45架飞机，其中包括2架美国飞机和2架英国飞机。受路况限制，今年没有坦克或装甲车参加。同时，为适应空中交通管制的限制，今年的空中阅兵由直升机首先出场，最后以3色爆发阵型的飞行表演结束。这样的安排也是首次，整个阅兵时长约105分钟，比以往要短。为突出今年法国解放80周年和奥运2大主题，阅兵式还加入展示巴黎奥运会火炬的环节。由于奥运即将举行，届时法国将招待大量外宾，因此今年的阅兵式也没有邀请外宾参加。
12天后，巴黎奥运将拉开大幕，这也是今年法国最重要的盛事。过去2个月中，奥运火炬传递在法国各地吸引了550万人参与，显示了法国人对体育和奥运的热情。而在巴黎的2天火炬传递，因为是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传递，路线也经过精心安排。卢浮宫消防部门特别举行了10几次会议，以确保安全。深圳卫视注意到，因应该国国庆前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发生了针对前总统特朗普的枪击案。巴黎警察局长洛朗·努涅斯在接受法国电视1台采访时强调，狙击手是法国警方考虑的威胁之一。欧洲舆论还注意到，法国国庆前后，马克龙数次谈及欧洲战略自主等，还为进一步提升法国的防务能力进行了预告。他13号检阅军队时表示，有必要对2025年的国防预算进行调整，因为类似俄乌冲突的威胁正在靠近。法国防长近期也表示，该国将在2024年提升军费标准至符合北约的标准。按照北约要求，其成员国军费必须至少为该国 GDP 的2%。外界注意到，法国自2017年开始，国防预算持续增加。根据法国2024至2030年军事规划法要求，法军将获准4133亿欧元的国防预算，较上一版法案的预算额度增幅高达40%。观察指，俄乌冲突的发生，一方面让法国的安全焦虑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也让包括法国在内的美欧多国军火公司赚得盆满钵满。法新社曾报道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马克龙一直在推动法国国防工业转向战争经济模式。马克龙说，一些军工企业不太明白尽快交付的重要性，在过去一段时间甚至错过合同，这令人遗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主要是有3方面的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要在乌克兰危机中继续坚定地支持乌克兰，那么肯定要增加一些投入。第二个考虑呢，就是发展战时的经济。第3个考虑呢，就是还是坚定地奉行马克龙所希望推崇的这个欧洲战略自主。因为现在美国大选临近，法国方面以及欧洲方面对这个美国要减少对北约的支持，都要预做准备。今年的法国国庆节典礼似乎有些冷清，还有10多天就要开奥运会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安排？您对此如何看？法国媒体呢，似乎也是有些心酸。在奥运会来临之际，法国的国庆的典礼呢不同寻常，传统的国庆大阅兵的规模大为缩减，也没有邀请外宾出席。对于这一现象呢，当然有很多的解读，可以被解读为在奥运会之前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举行大阅兵仪式。毕竟呢，再过2周奥运会开幕式会比较盛大。有法国媒体就认为说，这次国庆阅兵比较简朴，但是呢，在法国国庆的时候，无论是法国还是世界政治局势，似乎很难提振在奥运会之前国庆的气氛。马克龙总统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扭转欧洲议会选举给执政党带来的压力。极右翼的政党国民联盟虽然遭到了中间政党和左翼政党联合阻击，而没有在法国政坛长驱直入，但是呢，马克龙所在的政党已经失去了议会的多数。在奥运会来临之际，法国政府难产，议会悬浮，要推行强有力的政策呢，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马克龙来说，剩下的总统任期提前跛脚了。这对于马克龙这样比较鲜明的戴高乐主义者来说，的确是政治上的灰暗时刻。虽然避免了极右翼政党获得绝对多数，取得阻隔权力这样糟糕的结果，但是现在的政治格局对马克龙来说也是很艰难的。要组成一个大联合政府，十分的艰难。在法国国庆的时候，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大新闻，那就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遇刺受伤，子弹与选票横飞，美国的选情更加的扑朔迷离。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的前景更加的明朗，而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也需要为特朗普冲击做好准备。当初拜登胜选之后呢，告知盟国说美国回来了，而法国等盟国的疑问就是说回来多久？现在来看呢，大西洋两岸关系又处在新的节点上。与8年前不同的是呢，现在的欧洲陷入了一场传统战争之中，欧洲的安全体系出现了巨大的断裂。作为欧盟大国，法国要推动欧洲的战略自主，的确是形势所迫。
但悲催的是呢，应者寥寥。在这样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下，奥运会的气氛呢，多少是受到了抑制。无论如何，巴黎奥运会的举办至少可以向世界传递出争取和平的信息。马克龙在最近的采访中表示，要对国防预算进行调整，这又传递出什么信号呢？俄乌冲突首先是欧洲国际体系内的冲突，是欧洲国际关系的历史回归。在18、19世纪，这样的冲突和战争并不罕见，但是经历了2战之后近80年的和平，欧洲国家已经不适应新的安全形势了。马克龙在今年2月以来就俄乌冲突发表了一系列的观点。整体来看呢，法国作为欧洲安全的领头羊，已经接受并且呢逐步适应了新的安全态势，针对俄乌冲突而进行了国防和安全战略的调整。一方面呢，法国以及欧盟需要战略自主，尤其是在特朗普2进宫的形势之下，欧洲需要自我保护。马克龙关于战略自主的呼吁没有得到太多的呼应，但是北约在欧洲的存在进一步强化，承诺给予乌克兰长期的支持。这样的承诺和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冲美国政治形势变化所带来的冲击，从另一个层面支持了马克龙的欧洲战略自主的目标。另外一方面呢，法国的国防战略的调整，俄乌冲突将传统的高烈度战争，尤其是消耗战带回了欧洲。法国原来的国防战略主要应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俄乌冲突的延宕让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盟国家的国防工业的短板显露无遗。法国每天生产的大孔径炮弹呢，只够乌克兰军队几分钟的消耗。因此呢，马克龙强调，法国的国防工业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战争需求。俄乌冲突让欧洲重新武装，安全化的逻辑占据了上风。一方面呢，法国表示要将国防预算上调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以达到北约的要求。而这一点呢，曾经是欧美纷争的焦点问题。俄乌冲突让越来越多的欧洲盟国大幅度的提升了国防开支。另外一方面呢，战争工业化的逻辑依旧，产业发展、贸易等等被纳入到安全化的轨道，从而导致欧洲开始用安全思维来面对经济和产业的合作。在安全化的逻辑之下，欧洲国家会将更多的资源用到安全和国防领域，这必然会提升欧洲的地缘政治力量，从而进一步提升欧洲在全球政治舞台的话语权。特朗普于次不到24小时就于当地时间14号飞抵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15号起一连4天举行，最重要的议程就是提名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谁将成为特朗普的搭档？为迎战特朗普，拜登竞选团队又做出哪些策略调整？来看看报道。We're standing outside the Pfister Hotel in Milwaukee, where Donald Trump was we were told supposed to stay when he's here. Unclear if this will be the venue as the Secret Service and state and local authorities begin expanding the security perimeter around this convention. 15号至18号，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一连4天在密尔沃基举行。在宾州集会上遇刺的特朗普14号已经抵达下榻酒店。他的竞选团队表示，特朗普身体没有大碍，精神状态良好。他将在大会最后一晚，也就是18号压轴发言。但美媒透露，由于在宾州遇刺，特朗普很有可能在全代会上发表不止1次讲话。共和党全代会汇聚全美约5万名代表，首场会议于周一中午12点45分开始，主要的演讲将于每天晚上发表。演讲者包括党内知名议员、电视名人和特朗普的家人。与上次竞选不同，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颇为低调，不会在大会上发言，但她的2个儿媳担起助选重任，尤其是作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联席主席的拉拉特朗普。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在演讲者之列，但特朗普的妻子梅拉尼亚将和他一起出席。被指这是梅拉尼亚在竞选活动中罕见的一次露面。这位美国前第1夫人自离开白宫后一直非常低调，但在特朗普遭遇枪击后，梅拉尼亚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称，特朗普是一位慷慨而富有爱心的人，我与他一起经历了最好的时代和最糟糕的时代。之后，他又与拜登的妻子吉尔通话。
另据多名了解大会计划的消息人士透露，共和党内一些重磅人物尽管没有出现在发言名单中，但会惊喜亮相。阿肯色州参议员科顿将在黄金时段露面。此外，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也会发表演讲。他曾被认为是特朗普的最有力挑战者，但德桑蒂斯在今年初退选后迅速加入支持特朗普的阵营，而特朗普的党内劲敌黑利也受邀在大会上发言。今年的共和党全代会最重要的议程就是投票提名该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已在2429名具有投票权的代表中锁定2200多张支持票，他将在18号的演说中正式接受提名。外界将更多关注的目光聚焦在特朗普副手人选上。按照惯例，副总统候选人一般会在大会倒数第2天及周3晚发表讲话。最有可能4人分别是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北达科他州州长伯格姆、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以及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斯科特，他们都将在大会上发言，但时间未定。What I can confirm is that we do have a slot for the VP nominee alongside Donald Trump to speak before he does. Let me make sure I got this. Whoever the VP is going to be, they're going to speak before Donald Trump at the convention on Monday? They will be speaking in one of the days leading up to Donald Trump's acceptance of our party's nomination.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副手的热门人选都曾与他对立，之后改变立场，选择支持他。分析称，这些人各有优势，其中伯格姆曾试图挑战特朗普，与特朗普原来的副手彭斯很像，他能帮助特朗普招财，而且不太会抢特朗普风头。而万斯是新一代保守派的代表，作为80后的他，能给选举注入年轻力量。万斯曾多次猛批特朗普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但后来改口称赞他。值得一提的是，反华急先锋卢比奥也在热门人选名单中，但外界认为他优势不大，与特朗普关系疏远。特朗普上月底在首次电视辩论前透露，他已拿定主意副手人选，只不过没人知道是谁，包括副手本人。特朗普选择的首要标准是此人是否有能力在他结束第2个任期后接班。 My gut says he's kind of leaning towards Doug Burgum, again, just as a governor, someone who can be very strong. He has a very strong presence, but is not someone who's going to be outshine former President Trump,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thing. I think it is the risk of Marco Rubio. He can, when he turns it on, he can really shine and garner a lot of attention. J.D. Vance has shown that he's pretty savvy in terms of drawing attention himself. Doug Burgum's a little more under the radar. 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党全代会今年召开的地点密尔沃基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民主党的据点，而共和党早在2022年就选定大会在这里举行。分析指出，威斯康星是特朗普的福地，也是伤心地。2016年他在这里取得险胜，但2020年却以微弱差距输给拜登。在当前特朗普与拜登民调差距只有3%的情况下，威斯康星州的风向标意义十分显著，是拉拢中间选民、扩大领先优势的极佳场所。有分析称，特朗普在宾州遇刺之后，共和党获得了舆论的主动权。报道还指出，拜登在搞砸首场电视辩论后，实际上有多次机会弥补和挽回形象，比如接受多家知名电视媒体直播专访，以及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的个人记者会，但没能如愿。如今球踢到特朗普一边，能否通过造势和煽动吸引更多选民，就看共和党全代会。 We spent the last 14 days talking about nothing but President Biden's debate performance and his ability to perform the job he's seeking to hold for another 4 years. Now the attention shifts back to President Trump. 也有舆论认为，特朗普遭遇枪击案这只飞入美国大选的黑天鹅，对于拜登竞选团队来说未必是坏事，因为他帮助转移了焦点。现在，拜登和特朗普都争相传达团结信号。拜登在特朗普枪击事件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就撤下竞选电视广告，并暂停其他政治宣传。拜登的一系列反应迅速的举措，的确在舆论上收获了一定程度的好感。美国多家媒体评论称，拜登暂时放下选举带来的仇恨，对竞选对手表达慰问，以及承诺严惩暴力、加强公共活动的安保，体现出他作为美国总统的担当。Try to unite. Of course, we know though that this comes at a point when this country is deeply divided. The president, though, trying to lower the political temperature. Shortly after that, late last night, the president did finally connect with Donald Trump, the two of them speaking on the phone in a call that's been described to me as good, respectful, but short.
7月15号，新华社发布重磅纪录片《领航新征程》。纪录片表示，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10多年来，习近平引领改革全方位展开，向纵深挺进，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纪录片从1978年，当时还在上大学的青年习近平，陪着母亲来到小岗村所在的安徽滁州调研包产到户说起。当时来，我记得一本那个笔记，我还做收藏着，印象很深刻，因为这是我改革开放以后接触农村的，可以说是这个改革的第一课。 纪录片介绍，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23天的习近平，首次离京赴外地考察，就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党中央做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的话呢，要有新开拓。 要上新水平。纪录片介绍，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也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第1制造业大国，但长期积累的问题也逐一显现。11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加入 WTO 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2位数的增长。一个经济体经过那么多年的高增长以后，不可能再继续。 这样高的增长，资源不允许，要有比较大动作的体制改革。201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一项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决策，党的18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习近平亲自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那一年他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推动这样的改革，我们必须能够集中我们的力量，所以成立了一个改革领导小组，由我担任组长。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统筹规划，推动落实。一项项阻力重重、牵涉深层次利益的改革接续启动。作为一位从基层成长起来的领导人，习近平深知推进经济领域改革已迫在眉睫。改革不容易的，因为这些产能背后。 还代表着很多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还有就业、税收，这背后都是人当时的中国产业的发展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状况，不做出突破的话，我们就会被永远地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唯一的选择，那就是结构性的改革。纪录片回顾了中国新能源车产业的发展历程。几十年来，中国汽车一直在向高端制造领域努力。 汽车产业政策几经改革，想通过合资以市场换技术，但效果并不理想。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1大汽车销售和生产国，但是我们零部件企业呢，95%以上都被西方跨国公司所控制，市场的控制权、话语权，甚至汽车的定价权呢，全都由跨国公司决定。 2014年5月，习近平到上海汽车集团考察时，主动提出体验和乘坐最新的插电式混动的行政级轿车，首次提到了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面对新能源汽车产业起步时的一系列困难，习近平以改革破题。 实际上，我们在发展新能源的时候，我们和欧洲的这个老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站在一个起跑线。 从电池到充电桩，大到市场准入，小到一张车牌，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改革政策全面系统，而且不断根据现实情况进行动态精确调整，可以说为发展新能源汽车做好了一切准备。改革一子落，发展满盘活。 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近950万辆，占全球比重超过60%。全年出口汽车491万辆，居世界第1。自主品牌市场份额达52%，首次超越合资车。汽车强国的梦想正在逐步实现。当习近平引领中国持续推进各领域改革时，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不断加大。
国将对从中国进口的铝箔的产品来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关税。2018年9月，美国政府落地实施对从中国进口的约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仅仅1个多月后，习近平亲自谋划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办，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我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2013年9月29号，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浦东正式挂牌成立，向世界公布外商投资特别管理措施及负面清单。在习近平的推动下，负面清单越来越短，条目由190项缩减到27项，清单位列，企业就可以大胆去做。10年来，负面清单每一条的缩减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上海自贸试验区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4万家，累计吸引实到外资586亿美元，这相当于每1分钟就有1万美元的实到外资到账。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放眼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引领全面深化改革，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我国制度优势充分发挥，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终身的信念。从小就喜欢游泳的习近平，常把世界经济比作大海。从人民中走来的他，将自己的人生融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引领新时代的中国在巨浪中搏击前行。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党的20届3中全会大幕开启，新的改革蓝图即将绘就。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在习近平的带领下，不论面对何种风浪，中国都将在改革的大道上勇往直前。经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5.0%，经济延续恢复向好态势，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其中外贸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超过21万亿元，增速高于外媒预期。但在经济总量和结构性压力，以及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偏弱、地缘政治冲突、国际贸易摩擦等问题频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承压。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1万683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二季度增长4.7%。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7%。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总的来看，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转型升级稳步推进。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国内有效需求依然不足，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巩固。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支撑作用明显。其中，3D 打印设备、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产品表现亮眼，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1.6%、34.3%、28.9%。观察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那我们也知道，高质量发展实际上是实现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那我们从上半年的这一系列的表现，能够突出看出来，其实我们在高技术产业方面，在技术创新的领域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那我们其实也看到了，我们的研发强度已经超过了2.64%，其实超过了欧盟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新质生产力在加快发展。据海关统计，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超过21万亿元，达到21.1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1%。其中，出口增长6.9%，进口增长5.2%，贸易顺差3.09万亿元，扩大12%。英国金融时报称，尽管中国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紧张，但贸易仍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的一个亮点。香港南华早报认为，今年上半年出口一直是亮点，这将支持中国实现今年5%左右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法新社援引高盛经济学家的观点表示，由于海外需求保持健康，中国产品极具竞争力，未来几个月出口可能会保持强劲。The export has been beating the market expectation for a few months now. One big driver was the higher demand from the European market. Actually, the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cycle in both Europe and the U.S. has been going up. A few of the major central banks also started to cut interest rates, which is good for China's export.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认为，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加快恢复增长，体现出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发挥的稳定器和发动机作用。中国作为全球的货物贸易第1大国，包括服务贸易的第2大国，在快速的跃升。这个跃升呢，不仅仅是量的增长，更加重要的是质的有效提升。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我们在出口方面其实是体现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的我们的居于核心重要的位置。日经亚洲报道称，在美国持续构筑小院高墙的背景下，美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对中国的依赖仍在持续。美国政府2年前限制了最新设备的对华出口，但不受限制的非尖端产品出口增加，面向中国的销售额比例目前达到40%，反而在增加。观察指，这正说明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具有高度互补性。美国相关的企业和老百姓对中国的物美价廉的产品，或者是一系列的各个产业链、各个供应链的要求是非常之多的。所以，尽管美国的脱钩断链也好，去风险化也好，还是它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近岸化、友岸化，但是依然不能阻挡美国的企业、美国的百姓对于中国的产品、中国的技术的大量进口。另一方面，对于2季度 GDP 增速为4.7%，比1季度的5.3%略有回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分析，从短期来看，有极端天气、雨涝灾害多发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也反映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有所增多，特别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等等。但从基本面看，从中长期看，经济稳定运行、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高质量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2季度经济体量超过32万亿元，工业增加值、货物进出口总额都超过10万亿元，这些总量指标规模依然十分可观。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尽管官方今年来持续放宽楼市调控，但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仍同比下降10.1%，房地产市场仍处在调整转型过程中，是一大主要因素。Shifting away from investment-driven growth model to a consumption-driven growth model, it's actually very hard to do, even though I think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very hard, because over the past 20 years, local governments have relied very, very heavily on debt-fueled investment growth model. So basically, in order to shift gear in terms of growth model, you have to allow local governments to have more control over physical resources. For many companies, the restructuring was actually accelerating in Q2. So that has put more constraint on the income that people can use to spend. And also the housing downturn, of course, added more negativity on consumer confidence.
针对国内有效需求依然不足的问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各地区各部门将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围绕扩内需、提信心、惠民生、防风险靠前发力，加快推进一批针对性、组合性强的政策措施。随着各项政策逐步落实落地，政策效应陆续显现。我们的内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23年达到82.5%，那今年我认为依然会达到80%以上。那我们内需外需都是在加快增长的。我们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So China will again enhance its outreach with Belt and Road country, especially with ASEAN country. From their perspective, Europe also desperately need China, and I think that the European views, even in EV and the other new energy, differ from US. So they will work on that. Of course, it's a big challenge. 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那么您对这一数据如何看呢？如何来评估今年 GDP 5%左右增长目标的实现前景？对这个数据我是这样来观察理解的。首先，这个上半年5%的增长目标和年初两会期间定的全年增长5%的这样一个目标是吻合的。因为现在总体来看，这个时间过半，整个任务也是过半的所以说总体来看，这个5%的目标体现了整个中国经济这个增长的这样一个稳定性，这是一个总体的这样一个观察。那么在这个大的这个结构之下，我个人觉得有些很多亮点是可圈可点的。例如，在整个我们看上半年的这个经济数据里面，像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是7.8%，那么其中高科技制造业的这样一个增长值是8.7%，那么这是都明显高于这个整个平均增速，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质量还有结构也在发生一些质的变化。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上半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之中呢，然后这个传统的工业也在不断的实现转型和升级。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整个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的一些亮点，然后符合趋势性的水平。从去年以来以及今年上半年整个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这个态势来看，全年实现5%的目标，我个人认为是大概率实现。上半年出口亮眼，增长率达6.9%。那您是如何来看高质量发展对外贸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我个人认为这个高质量发展未来对这个出口增长还会有发挥非常积极重要的这样一个促进作用。有这样3个角度或者是这个维度可以去理解。第一个就是这个高质量发展，这就决定了我们整个未来的经济的科技含量会更高。那么科技含量更高的话，就决定了我们的未来的出口的这样一个科技含量会更高。那毫无疑问会增加我们的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这第一个。第二就是高质量发展就决定了未来我们的这个产品制造和生产会更加精细化。那这也就意味着未来我们的产品的质量会更高。那么中国越来越多的相关的中国品牌会越来越多，在世界上影响力会越来越大。第三个就是这个高质量发展就意味着未来我们的这个对外出口的这样一个绿色的底色会更足。绿色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整个世界都在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要推动节能减排、绿色发展。那么如果未来我们出口的这个产品和服务里面的这个绿色成分越来越足的话，毫无疑问会对这个整个全世界范围内的这样一个绿色发展，就是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积极的正向贡献。那么由此也能够推动反向来拉动和促进我们中国的对外的这样一个出口的这样一个发展。